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月19日，于正豪言临江仙创新，白鹿蜕变，6月悬疑仙侠引期待。于正再放豪言，新剧未播先热。4月19日。知名制片人于正连发多条动态为待播剧《临江仙》造势，不仅强调该剧与所有仙侠剧不同，更透露其主打悬疑元素，剧情让人惊掉下巴。他还高调称赞主演白鹿脱胎换骨，直言希望该剧能在6月幸运月上线。消息一出，《临江仙》悬疑仙侠白鹿新剧蜕变等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网友直呼这设定太赶了，坐等黑马。于正对临江仙的自信源于其颠覆性设定。今天10点32分，于正发长文表示，现在的仙侠剧都在拍爱情，但我要玩悬疑。据透露，该剧以杀夫正到位核心矛盾，融合道家玄学、八卦两仪等元素，通过时光回溯手法探讨是非对错，甚至影射现代婚姻困境。32集的快节奏叙事中，反转高达10余次，网友调侃：这哪是仙侠，简直是古装版《消失的她》。女主角李清月花如月从成长型小白花蜕变为幕后大魔王，人设白切黑切白，打破常规。于正更放话：我绝不跟风，要做就做别人没嚼过的东西。于正对白鹿的表演不吝赞美，她这次完全脱胎换骨。剧中，白鹿饰演的李清月前期是隐忍的世家嫡女，后期化身掌控全局的疯批花如月，权谋与情仇交织。剧照中，她身着华服，眼神凌厉，被网友赞为从长月烬明傻白甜到临江仙大女主，这跨度绝了。白鹿角色突破，一人分饰两角，挑战复杂性。临江仙中，她首次尝试暗黑系女主，被业内视为转型关键。若演技或认可，或将打破仙侠剧靠 CP 出圈的定律，为流量演员证明。于正称希望6月播，恰逢其幸运月。参考其近年作品《延禧攻略》，鬓边不是海棠红均暑期爆红，此次借势墨雨云间五福临门同期热度，或形成于正宇宙效应。于正的新剧《临江仙》，你期待吗？不过，男主角曾舜晞加上配音大咖谷江山加盟，电影及美学制作等加分项，仍让部分网友押宝，说不定真能打开仙侠新赛道。无论如何，于正不嚼别人剩饭的野心，让网友直言：于妈虽然爱吹牛，但这次我选择再信他一回。最后，祝福他。2. 白鹿临江仙未播先报，赵露思杨紫笑而不语，谁能坐稳一节宝座？白鹿新剧《临江仙》刚拿下发行许可证，便冲上热搜第一。白鹿粉丝奔走相告古偶女王归来，但吃瓜群众却冷笑一声：这盛世当真如你所愿？于正的造神赌局还能赢几次？从周生如故到长月烬明，白鹿的走红几乎与于正制造深度绑定。3年砸下8部女主剧，甚至让吴谨言沦为欢娱弃子。于正硬生生用资源将白鹿推上一线小花之位。但这一次临江仙的未播先报，却透着诡异路透中白鹿雪中抱娃的破碎感刷屏，吻戏疑似口水拉丝，引发猎奇讨论。连新加坡演员孙正的加盟都被营销成跨国顶配。然而，当观众细看预告片中的神魔虐恋套路，不禁疑惑：2025年了，于正还在用20年前的狗血3板斧捧人。对比同期赵露思的珠帘玉幕以唐风商战加女帝养成杀出血路，杨紫的国色芳华凭牡丹玉种题材拿下央视背书，白鹿的仙侠剧即便有银发曾舜晞的颜值加持，也难掩题材疲态。更讽刺的是，白鹿粉丝吹捧的演技封神雪中哭戏，早在周生如故跳城墙时就用过同款红衣染血模板，如今不过是把城墙换成雪地，
把任嘉伦换成曾瞬息于正的创作枯竭，竟比演员的演技瓶颈来得更快。白鹿的演技修罗场，从破碎感到五官乱飞。不可否认，白鹿在《临江仙》中的确拼了。零下10度穿薄纱拍雪地戏，导致膝盖冻伤，为演好母亲角色随身携带婴儿模型培养母性，甚至主动要求增加色诱夫君，反被羞辱的虐心戏码。但这些努力背后藏着致命隐患，他的表演始终在美强惨攻势里打转。周生如故时期，白鹿的破碎感演技上能靠任嘉伦的深情对视拖住，长月烬明中瞪眼、抿嘴、皱眉的五官三件套却遭群嘲。到了年代剧北上，他涂黑粉、戴牙套、暴晒过敏的毁容式转型，反而被批无效扮丑市井少女的泼辣演成混混式的五官乱飞，与李婉达的自然灵动形成惨烈对比。反观赵丽颖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仅凭一个抹口红动作，便将农村妇女的尊严觉醒演绎得入木三分。白鹿的努力更像一场行为艺术，她越拼命撕掉古偶滤镜，越暴露演技的苍白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观众的笑话罢了。2年前，白鹿在颁奖礼上哽咽说出轻舟已过万重山时，或许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他的演技判词。彼时周生如故豆瓣7.4分，粉丝吹捧古偶天花板，但长月烬明直接口碑崩塌，豆瓣5.6分，成为爱演技反面教材。更尴尬的是，当他试图借北上转型正剧，观众却用横店群演都比他真实的嘲讽，将他的实力派人设击得粉碎。对比同期小花，赵露思靠偷偷藏不住收割00后市场后，立刻以珠帘玉幕的唐风女商角色拓宽戏路。杨紫从长相思到国色芳华，始终稳坐剧圈扛把子宝座。而白鹿呢？临江仙仍在贩卖神魔虐恋的陈年 IP， 与曾瞬息的 CP 感甚至不及3年前的徐凯。当观众翻开他的履历表，发现他近5年16部作品中有12部是古偶，不禁质问：于正用资源堆出的欢娱一姐，究竟是实力派还是流水线产物？内娱人造顶流的黄昏，白鹿的困境，实则是内娱流量造星模式崩塌的缩影。于正用黑红也是红的炒作法则，让白鹿凭绯闻 CP 和路透美学刷屏，却忘了观众早已厌倦热搜演技。临江仙开机仪式上，白鹿的元气少女街拍能登上娱乐版头条，但剧中她与曾瞬息的3世虐恋却因套路化叙事无人问津。反观北上导演姚晓峰坦言，白鹿提前3个月体验市井生活，但观众只记得她的牙套和黑粉。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，流量明星转型，观众不给试错机会，而资本早已没有耐心等待剧抛脸的养成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当白鹿粉丝还在用临江仙预约破100万晚尊时，赵丽颖早已凭风吹半夏拿下白玉兰提名，杨紫用烈毒打入电影圈真正的一线花旦，谁不是用实际而非热搜说话？或许正如网友锐评，白鹿的万重山不过是于正用通稿垒出的海市蜃楼。结语：仙侠剧救不了演技空心化，临江仙的下正或许能让白鹿暂时坐稳古偶女王之位，但若她继续沉迷于美强惨的舒适区，拒绝像周迅在《厘米的猜想》中那样用眼神震颤替代表情包演技，那么等待她的只会是观众更猛烈的群嘲。毕竟内娱的残酷法则从未改变，资本可以造星，但时间终将审判所有虚假繁荣。